你是不是也想尝试使用 Claude， 但是心里面有个疙瘩？我在 ChatGPT 里面训练了它这么久，它知道我在忙什么专案，知道我说话的习惯，结果现在换过去 Claude， 是不是要从零开始呢？如果你也有这种顾虑，今天这支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。House Grayson 这频道专门帮完全没有碰过 AI 工具的人一步一步学会用 AI。我的核心理念很简单， AI 不是你想的那么难，跟着我做你也可以。今天要教给你的是 Claude 官方做出来的记忆搬家功能，整个过程真的不夸张，大概2-3分钟就可以完成，但是里面有几个小地方一定要注意，不然你搬过去的东西会少很多。那么接下来就直接开始。那先说一下记忆功能呢，就是 Claude 它能够记住你平时说话的习惯，你的讲话方式，你在忙的专案，你平时使用的工具，让你每天打开对话的时候呢，不用重新再告诉他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呢，把 ChatGPT 那边的记忆呢复制一份过来。那首先第一步呢，就是我们需要去打开 Claude， 然后选择左下角你的头像，再选这边设定，然后选这个 Capabilities， 这边有个功能叫做 Import Memory from Other AI Providers， 就是从其他的 AI 服务商导入他们的记忆，然后你可以选这个 Start Import。现在你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出现一段的文字，这就是 Claude 来帮助你写好的提示词，你就不用去自己想去怎么问，直接把这段提示词复制下来就可以了，直接选择复制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到 ChatGPT 这边。那很多人呢，就是直接复制刚才 Claude 里面提供的提示词，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说你是这么操作的，你能够拿回来的东西很少，可能就是5-6条记忆。原因就是呢， ChatGPT 它的预设它没有打开全部的记忆功能，所以呢，我们还需要做2个动作。你要来到左下角的头像，在这边选择设置，再选择个性化。对于记忆方面，你要开启启用记忆，然后去修改 ChatGPT 它的 AI 模型，点击这个级数，点击这个高级，这样呢，它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，去慢慢整理你账号里面的东西，把它一条一条找出来，效果是会比这个级数模式要来得好很多的。然后呢，再复制刚才 Claude 提供的提示词，接着就可以开始输入了。现在 ChatGPT 呢，它就开始思考了，可以看到它是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进行每一个步骤的。那现在 ChatGPT 呢，它就给我一个非常详细的回复了，我可以直接去复制它，然后回到 Claude 里面，把刚才 ChatGPT 整理的记忆文档呢，全部复制到这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再选择 Add to Memory， 这样 Claude 就会把你的记忆呢重新进行分类，存在它自己的记忆系统里面。但是要注意的是呢，这个功能还在持续的优化当中，不是每一次呢都是能够100%导入的。Claude 官方自己也说了，还是处于实验阶段的，所以呢，你还是能够来到这个 Capabilities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检视和管理你的记忆，在这边呢能够去查看你之间的记忆的，如果说有缺失的话呢，你可以及时补充。那 Claude 里面呢还有一个叫 Projects 的功能，如果说你还没有听说过什么是 Projects， 就是 Claude 能够让你把同一类的工作，比如说同一个项目之间的对话档案，特别交代 Claude 要怎么做的指令，通通收进到这个资料夹里面管理，彼此不会互相干涉。如果说你在 ChatGPT 里面呢也有做同样的这个项目的管理，你也是能够使用同样的操作，就是使用刚才 Claude 提供的提示词，那 ChatGPT 专门生成这个项目里面的记忆，然后回到 Claude 里面再创建新的项目，这边给项目一个名称，然后就可以说这是这个项目的记忆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，再把 ChatGPT 生成的项目记忆呢加入到这边就可以了。这样你原本那个工作项目里面累积的背景也一样会搬过来，你的东西搬过来了，但是你可能会卡在下一个问题，这些记忆 Claude 要怎么用，要怎么跟它对话，怎么使用 Projects 把工作分类好，才不会东西搬过去之后又乱成一团。那这些在我的这部影片里面都有教，看完这支影片，你今天搬过来的东西才会真的用得上。你可以现在就点击这部影片观看。如果这支影片帮到你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搬家过程卡关，或者你发现什么我没有提到的小技巧，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